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在奔跑吧化身常州鹰眼，与曾舜晞默契互动，笑料不断。往年看奔跑吧，差不多每一年白鹿身边总要带回去一个男嘉宾。就说今年吧，节目才跑到一半，白鹿身边已经围了4位男士了。他不光能吸引男生注意，女生也常常被他圈粉。这回跟着白鹿一块儿来奔跑吧的，除了曾舜晞，带路娃也来了。怪不得小老四曾舜晞当场追问白鹿：“我算是你第几个带来的人？”还有郑恺也忍不住怀疑，白鹿是不是悄悄接下了奔跑吧的选任工作。范丞丞甚至直接在大家面前打趣白鹿，是不是每来一个男嘉宾都能分点提成？到底能拿多少钱啊？奔跑吧这节目真是一群活宝聚一起，全员都是喜剧人，名副其实了。临江仙当中的白九思、曾舜晞是荷花如月，白鹿是这俩人3次结婚3次分开，爱恨纠缠，活生生演成了仙侠版的离婚大戏。在奔跑吧里头，曾舜晞跟白鹿闹得那叫一个欢，抢东抢西，嘴皮子也不输人，活脱脱撒娇小能手。结果呢，人家运气好得很，连白鹿妈妈亲手做的饭菜都尝了个遍，真让人羡慕的不要不要的。白鹿只要有新剧火的时候，奔跑吧那期我都格外盼着，电视剧看着还不过瘾，综艺的来点才带劲吗？剧中有多让人揪心，综艺里就有多温馨，这不妥妥的甜蜜大礼包吗？常州这地方文化底蕴厚得很，人文气息也是杠杠的。白鹿这个地地道道的常州妹子，这一回可是奔跑吧的开场主持人。白鹿在荧幕前一直都是光彩照人、认真敬业的大明星，可一回到常山，她就变回了那个亲切真实的白梦妍。所以节目团队在这期节目里直接给白鹿贴上了用她本名写的名牌，让她以白梦妍的身份亮相。一开场，大家立马被分成了2组，蓝队分别有白鹿、曾舜晞、李云瑞、沙溢、张真源，黄队这边则是带路娃、周深、郑恺、范丞丞，还有李晨。奔跑吧节目组联合专业团队专门打造了一款属于奔跑吧的专属字体，成员们的心里话也用这个特别的字体写了出来。不过，想要把这些肺腑之言重新找回，得靠大家比拼赢得笔画，一笔一划慢慢拼起来才行。第1轮较量，名字叫对影成3人，各队轮着让2人组和3人组成员站到幕布后头，靠笔划动作拼字儿，剩下的队友负责猜，谁猜得多谁说了算。这游戏看着挺容易的，真轮到自己操作就傻眼了，周深全身都用上了力气，屁股差点戳穿屏幕，直接变立体的了。郑恺、李晨和带路娃3人为了拼出那个对的字，动作配合的跟跳千手观音差不多，场面一度很欢乐。看着大家靠影子来猜字，还真有点说不出的搞笑感。比如张真源拼命的比划竖心旁，影子里倒像是翅膀一样，活脱脱一只鸡翅的样。张真源和白鹿、曾舜晞同台拼字那会，整个过程满满的都是工作状态，严厉压根不沾点CP 的意思，真把 CP 水印这名头体现得妥妥的。曾舜晞为了展示一个编字，干脆把白鹿抱起来了，张真源则在下方认真扮演那个绰部。可镜头外头的几位伙伴却开始津津有味地围观起热闹来，宣传作品的曾舜晞和白鹿还不忘调侃站在边上插科打诨的张真源。脑力动完了，接下来轮到比拼体力的环节啦。第2轮对决，名字叫安慕希争夺赛。从名字上看，直来直去呗，2个队伍各自派个人上场，大家从绳子的2头同时出发，谁先抢到标着的东西，谁就赢了。2边都是女生先上阵，白鹿和带路娃动作都挺快，
溜溜地往中间靠拢。没想到带路娃有点小失误，被白鹿给晃下了绳，蓝队直接拔得头筹。轮到了沙溢和周深上场，两个人你争我抢，花招百出，叫起劲来。结果俩人都没站稳，一起掉了下去，索性再各自回到起点重来一遍。折腾了好几回合，最后还是周深这小伙子年纪轻，身手利索，赢得了一点点优势。这项比拼既考验劲头，也考验稳当，所以像张真源、范丞丞这样的小年轻，还有运动细胞爆棚的李云瑞、郑恺，他们之间斗起来可真是旗鼓相当，现场气氛拉满，一个比一个精彩。张真源和李云瑞那回触底反弹，直接上演绝地反击，灵针起跳，全场目光都给他们吸引过去了，帅得不行。曾舜晞碰上李晨那场更亮眼，直接把李晨当作支撑，顶着他站起来，眼都不眨就把酸奶拿走了。黄队这边连着失分，直到白鹿和带路娃又上场，白鹿不停地晃绳，带路娃瞅准机会，连人都没起身，直接把酸奶扯下来了，黄队这才算扳回一分。两轮较量结束，大家伙终于赶到了终极场地，要在比划迷踪这一环节来个大决战了。在这儿，大家伙不仅得把剩下的比划找全，还得摸清楚决赛怎么玩。哪队先把新生拼出来，就要去按下那个指定的按钮，要是拼错了，胜利可就直接送给对方啦。曾舜晞跟白鹿两个人在场子里四处翻找比划，白鹿下手麻利，动作流畅，把文件袋一个个都翻了个遍，轻轻松松就把比划揽到手。曾舜晞看得心服口服，直接变成小粉丝，夸白鹿是常州鹰眼。拿着对讲机，他还一脸自豪地把白鹿的战绩给大家广播了一遍。张真源那边也没闲着，他顺利找到了神秘任务所在的位置，按照指定的时间要求，现场拼出了相应的汉字，这下子就把一个比划拿到手了。张真源任务搞定得特别快，拿到奖励后觉得挺容易，就把小伙伴们也叫了过来。哪成想李云瑞抽到的题一下子变得棘手，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结果没挑战成功，节目组还不肯透露答案，直接把李云瑞搞得一脸懵。到关键的节骨眼还得看白梦妍，这个难住一大票人的挑战被他轻轻松松就解决掉了。等到所有笔画都收集完，大家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些新生的顺序还给打乱了，得按对的顺序一个个摆整齐才行。从收集笔画到组合汉字，这现场的线头啊，真的是一个扣一个，紧紧连着。曾舜晞越是在搜寻线索的时候，感觉越发熟悉。等看到那份字还差点完整的曲谱，他一下愣住了，这不就是他自己演过的谍战剧《孤舟》里的那首歌吗？不光这样，这个曾舜晞还真唱过。当时那气氛真是眼看着就要赢了，李云瑞就在一边乐得合不拢嘴，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一直到李晨无意间拿到了那条关于规则的小道消息，才发现，哎呀，原来大家忙活半天凑新生其实只是个密码，真正的大招还藏着最后决胜负，居然还得撕名牌。但这撕名牌的大战还得靠密码才能拉开帷幕，没搞定密码之前，撕了也白搭，根本不算数。等曾舜晞歌词一个字一个字的琢磨上来，慢慢对起来了，这个时候沙溢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玩这一场撕名牌是有原因的。两队新生里 TA 字还缺了不少，想拿到一个 TA 就得把对方的名牌撕下来。你瞧，李云瑞新挖到的那条规则里确实写明白了，新生里搞丢的字还真的凭借撕下来的名牌换成笔画。黄队一阵细致分析，郑恺结合手头掌握的线索，算是搞懂了，原来他们要组合的那个字就是带女字旁的他。一场对决只能弄到2笔，瞄一眼蓝队名单，白梦妍、曾舜晞还有李云瑞，
这仨必须得下手，把对方研究完，接下来就轮到自家这几个人了。范丞丞、带路娃这俩名字里关键部首还挺多，回头看看李晨，这名字一点有用的偏旁都寻不着，可真是普通的不行。眼下被队友嫌弃的李晨老想拉上沙溢这位同病相怜的哥们一起取个暖，凑个人气。谜团慢慢解开后，白鹿和曾舜晞也顺利找到摆放密码的地方。郑恺最早找到了密码，黄队的人很快就聚到了解锁房里。白鹿、曾舜晞还有李云瑞碰上黄队来势汹汹，眼看情况不妙，三人赶紧拔腿就跑，慌不择路。密码一输对，撕名牌的热闹场面就拉开了序幕。黄队全员上阵，走到哪都把对手横扫得干干净净。沙溢还没整明白咋回事，就被淘汰了，真是有点无辜。曾舜晞把白鹿交给张真源照看，自己一下子被3个对手包围住了。张真源为护住白鹿姐姐，迎面和李晨较上劲，抢先把李晨的名牌撕掉，拿下第1个。眼下曾舜晞正被周深和范丞丞双面夹击，带路娃见缝插针想在背后偷个巧，没成想反被曾舜晞一把扯掉名牌。白鹿再怎么卖力跑，兜兜转转还是让范丞丞逮住了，直接被淘汰出局。接着周深也把曾舜晞的名牌给撕了。眼下黄队那边就只剩李云瑞一人扛着了，气氛绷得老紧，唯独范丞丞和张真源俩人带来点欢乐。范丞丞虽然把白鹿淘汰了，转头就让张真源给堵到厕所里，一边死活不肯露面，一边在外头蹲着等人。没法子，蓝队现在就剩李云瑞和张真源2个人，还被郑恺、周深、范丞丞给围住了。结果李云瑞名牌被撕，眼看就剩下张真源还在死磕，一直想把局势扳回来。趁着张真源、范丞丞和周深都已经累得不行时，郑恺这边早把缺的字给换出来了。撕名牌大战一完，兄弟团的欢乐氛围还在继续。郑恺和白鹿先后把2个道具都给做坏了，现场一下子充满了欢笑声。就是嘛，最终谁输谁赢还真的留个念想，毕竟2队拼出来的话语中还是有几句对不上号的。可还没撑上几秒，黄灯一亮，这下板上钉钉，原来黄队说的才跟事实贴合。让兄弟团忙活一整期表达的心事，其实正是刘半农先生那首《教我如何不想他》。后来这首诗让刘半农的老朋友赵元任给谱上了曲，慢慢的这首歌便传开了。那年他字在诗里有着特别的分量，头一回出现在汉字中，因为过去咱们的文字里根本没有这个字。多亏了刘半农先生，这个字才正式出现，让姑娘们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第3人称。这首歌当年作为谍战剧《孤舟》的插曲，由男主曾舜晞亲自献唱。从1920年一直走到2025年，这不就是一种书写的横跨时代的交汇吗？整个比赛下来，就跟在眼前看着他的字一点点出生、成长一样。中国的汉字几千年来一直流传着，哪怕在文化传承快断了那会儿，总能有人接过笔，给它带去新的生命。说到底，文明绵延不断，汉字自然也不会没落。眼下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每一季《奔跑吧》都忍不住想刷好多遍，竞技氛围抓人，搞笑桥段一个接一个，里头的深意也能让人回味无穷。